大家好，我是陈丽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，却正在悄悄摧毁无数中老年人肾脏的话题。很多老人每天都在吃的一种水果，它的危害比糖还要可怕，但几乎所有家庭都以为它是健康的代表。不少老年人每天都要吃一点，说是通便润肠，以为养生。可医生发现，正是这种看似无害的习惯正在偷偷地伤害他们的肾脏，而且很多人直到肾衰竭才发现问题。这种水果就是香蕉。你一定会觉得奇怪，香蕉不是很健康的吗？是的，对健康的年轻人来说，香蕉含钾丰富，对心脏和肌肉都有好处。可是研究表明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超过一半的60岁以上人群肾功能已经下降到了正常人的一半左右，而他们自己却完全不知道。很多家庭忽视了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：肾脏排钾能力一旦下降，香蕉里的高钾就成了致命的毒药。而且这种伤害不像吃糖那样会让人很快感觉到甜腻和肥胖，它是无声无息的，直到你出现严重的心律失常或者尿毒症才后悔莫及。今天陈丽就带你彻底搞清楚香蕉到底是怎么毁掉肾脏的，哪些信号说明你的肾脏已经受伤了，以及我们应该怎么正确对待这种水果。请一定认真看完，这关系到你和家人的健康。很多老人每天都在做，却不知道正在伤害身体。不少老年人都有便秘的困扰，于是听信了每天一根香蕉，便秘远离我的说法。确实，香蕉富含膳食纤维，对肠道蠕动有帮助，但问题在于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肾脏可能已经老了，已经老到无法处理香蕉里那大量的钾离子了。医生发现，在接诊的慢性肾病患者中，有相当高比例的人都有长期每天吃香蕉的习惯。这些患者往往在就诊时已经出现了血钾偏高的情况，而血钾一旦超过安全线，心脏就可能出现致命性的心律失常，甚至骤停。研究表明，一个肾功能正常的人每天吃2到3根香蕉完全没问题。可是当肾小球滤过率下降到每分钟60毫升以下时，人体排泄钾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。这时候哪怕每天只吃1根香蕉，都可能让血钾水平悄悄攀升到危险区域。很多家庭忽视了这一点，他们只记得香蕉补钾好，却忘了钾太多就是毒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伤害比糖更隐蔽，因为糖吃多了，你至少会发胖，会血糖升高，能让你立刻警觉。但高钾引起的肾脏损伤，初期没有任何感觉，等你感到乏力、心慌、四肢麻木的时候，往往已经非常严重了。不少老年人为了养生，每天早上空腹1根香蕉，晚上睡前再1根，自以为是在养护血管，实际上是在往已经疲惫的肾脏上不断加石头。医生指出，这种日积月累的伤害比偶尔吃一块红烧肉的危害要大得多。因为肾脏每天都在努力处理超额的钾，长期超负荷工作，最终会导致肾小管坏死，肾功能不可逆转的下降。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了下面这几个危险信号，说明你的肾脏可能已经被香蕉之类的高钾水果伤害了。第一个信号就是莫名其妙的疲劳感。不少老年人会以为这是老了正常，但是医生发现，当血钾偏高的时候，肌肉细胞的功能会受到抑制，你会觉得全身没劲，走路都感觉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。这种疲劳不是休息能缓解的，它会一天比一天明显。第二个信号是手脚发麻，或者嘴唇周围有针刺感。高钾会干扰神经信号的传导，让你的末梢神经产生异常感觉。很多家庭忽视了这种症状，以为是颈椎病或者中风前兆，做了一堆检查却查不出问题，其实根源就在肾脏排钾功能下降。第三个信号是心跳不规律，比如感觉心慌、心跳漏拍或者心跳突然变快。钾是维持心肌细胞正常电活动的关键电解质，血钾一高，心脏的电信号就会紊乱，严重时直接引发室颤，抢救都来不及。研究表明，
急诊科里因为高钾血症导致心脏骤停的病例，有将近一半的患者在发病前都有大量进食香蕉或含钾水果的习惯。第4个信号是夜尿增多，肾脏需要排出多余的钾，只能通过增加尿量来完成。所以你会发现自己晚上总要起夜2、3次，甚至更多。不少老年人觉得这是喝水多的正常现象，却不知道这其实是肾脏在拼命求救。第5个信号是双下肢不明原因的水肿。当肾脏功能下降，排钾困难的同时，排水能力也会变差，钠和水分会滞留在体内。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脚踝和小腿的浮肿。如果你用手指按压小腿内侧皮肤，按下去会有个坑，很久才恢复，那就要高度警惕了。很多家庭忽视了这些信号，以为只是上了岁数，腿脚不灵便。可实际上，肾脏正在被高钾水果一点一点蚕食。为什么香蕉这种水果会对肾脏造成这么严重的伤害？下面我从医学和营养学的角度把背后的原因给你讲清楚。首先，香蕉是自然界含钾量最高的水果之一。每根中等大小的香蕉含钾量大约在400到500毫克之间。这个数字本身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对于肾功能已经减退的中老年人来说，每天摄入的钾总量超过2000毫克以后，肾脏就再也排不出去了。多余的血钾会滞留在血液里，直接对心脏和神经造成毒性作用。研究表明，慢性肾病患者每天的钾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000毫克以内，而一根香蕉就占去了1/4。如果你再吃点橘子、橙子、奇异果、牛油果这些同样高钾的水果，血钾轻轻松松就会超标。医生发现，很多老年人的饮食方案里根本没有限钾这个概念，他们只知道少吃盐，少吃糖，却不知道钾和盐、糖一样，过量就是负担。其次，再看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机制，香蕉里的糖分虽然比糖果低，但它所含的果糖在体内代谢时会产生尿酸，尿酸是需要肾脏排出的废物，尿酸过高会直接损伤肾小管，诱发痛风性肾病。所以香蕉既带钾又带果糖，等于是在肾脏的负担上又加了一层。很多家庭忽视了这种叠加效应，只觉得水果天然无害，却不知道对衰弱的肾脏来说，天然不一定安全。第3，香蕉里还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，虽然对肠道好，但长期大量摄入会抑制肠道对钙和镁的吸收，钙镁不足又会反过来影响肾小管的重吸收功能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医生提醒，肾脏的保护不仅仅是少吃盐那么简单，电解质平衡的微妙调节才是关键。第4，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威胁，市面上很多香蕉为了长得快，卖相好，使用了大量的农药和催熟剂，这些化学残留物需要通过肝脏和肾脏解毒排泄，长期吃这种香蕉，就等于每天都让肾脏处理低剂量的毒素。虽然单个水果的残留量微乎其微，但日积月累，对本来就脆弱的老年肾脏来说，就是雪上加霜。研究表明，长期食用高农残水果的人群，慢性肾病的发病率比普通人群高出30%以上。所以，香蕉给肾脏带来的危机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，绝不仅仅是钾那么简单。那么，面对这种比糖还可怕的水果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办？陈丽给你几条具体且可操作的改善建议。第1条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就是先去查肾功能，不要自己猜，不要觉得年轻时候身体好就没事。不少老年人每年都体检，但很多社区的体检套餐里并不包含肾小球滤过率这项指标。你拿到体检报告，只看肌酐和尿素氮，正常还不够，一定要让医生根据你的年龄、性别去计算一个叫做估算肾小球滤过率的数字。这个数字低于60，就说明你的肾脏已经出现问题了。这时候，香蕉这样的高钾水果就必须严格控制。第2条，
如果你已经被诊断为慢性肾病或者肾小球滤过率低于60，那么请在医生指导下把每天的钾摄入量限制在2000毫克以内，香蕉最多只能1周吃半根，而且最好去皮后切断，用开水浸泡3到5分钟再吃，这样可以溶出部分钾。其他高钾水果如橙子、橘子、芒果、榴莲、牛油果、奇异果、葡萄干、杏干等都要减量。你可以选择低钾水果替代，比如苹果、梨、西瓜、草莓、蓝莓、柚子，这些水果的钾含量比较低，相对安全。第3条，改变烹饪方式也能大大减少钾的摄入。研究表明，蔬菜和水果经过切碎后用水焯烫或者浸泡，可以去除至少1半的钾。所以如果你想吃水果，不妨把它切成小块，放在清水里泡半小时再吃。虽然口感会差一些，但对肾脏的保护作用非常明显。第4条，不要空腹吃香蕉，更不要在吃完香蕉后马上喝浓茶或者咖啡，因为咖啡因和茶多酚会刺激肾脏增加钾的排出，听起来好像是好事，但实际上这种快速排钾会导致体内电解质更加紊乱，诱发心律失常。最好是在正餐的中间配合一些低钾的食物，比如米饭、馒头一起吃，这样才能稀释钾的浓度。第5条，对于已经有糖尿病或者高血压的老年人，吃香蕉更要谨慎，因为血糖高会加重肾脏负担，高血压会损伤肾小动脉，这2个病加在一起，肾脏本来就岌岌可危了。再每天吃香蕉，就相当于在悬崖边上跳。医生建议这类人群最好完全避免香蕉，转而选择黄瓜、西红柿这类蔬菜作为水果的替代品。第6条，多喝水。但如果你本身已经有水肿或者少尿的症状，就不能盲目多喝了，需要严格遵从医生的饮水量建议。一般情况下，肾功能尚可的人每天保持2000毫升左右的饮水量，可以帮助稀释血钾浓度，促进排泄。第7条，中药和保健品也要当心。很多补肾的中药材本身含钾很高，比如枸杞、党参、黄芪、红枣。不少老年人一边吃着这些中药，一边吃着香蕉，结果血钾迅速飙升。所以在服用任何中药或保健品之前，一定要告诉医生你的肾脏状况，并且定期监测血钾。最后，我要再次强调一句，以上所有建议都不是让你完全不吃水果，而是在了解自己肾功能的前提下科学选择。请咨询医生的意见，不要自己盲目戒断或者乱吃。每个人的病情不同，最适合你的方案一定是在医生和营养师指导下制定的。总结今天最核心的3个结论。结论1，香蕉对于肾功能已经下降的中老年人来说，是一种比糖更危险的隐形杀手，因为它带来的高钾伤害悄无声息，等到出现症状往往已经不可逆转。很多家庭忽视了这一点，每年因为高钾血症导致猝死的案例层出不穷。结论2，当你出现疲劳、手麻、心慌、夜尿多、腿肿这5个信号中的任何一个，请立刻去查肾功能和血钾。早发现、早干预，完全可以避免发展到尿毒症或者心跳骤停。结论3，保护肾脏从控钾开始，低盐、低糖、低钾，这3低是中老年饮食的金标准。不要因为水果有益健康就使劲吃，更不要因为通便就天天吃香蕉。请咨询医生，找到最适合自己体质的饮食方案。健康的果实用在健康的人身上才是宝贝，用在不健康的肾脏上就是毒药。陈丽做健康科普这么多年，最痛心的就是看到很多老人被错误观念害了一辈子。今天这期视频，请你一定要转发给家里的长辈，让他们看看，让他们知道香蕉吃不对真的会伤肾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屏幕下方点个赞，这样可以让更多需要的人看到。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会持续为你带来科学、实用、接地气的健康知识。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有类似肾脏问题的困扰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会挑选典型问题进行答疑。
健康无小事，早一点知道，就多一分安全。我是陈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